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杨澜对话。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啊，求稳啊、避险是我们很自然的一种选择。但是也因为如此呢，常常不自觉的就进入一种循环往复的生活的惯性当中。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似乎会有一些声音在我们的心底提醒我们要不顾一切去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一种生活。那不仅我们自己常常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为难的状态，我们身边那些特别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选择也是深具影响力的。那今天呢，在杨澜对话当中，我非常荣幸请来了郭富城。来谈谈他最新的电影，也谈谈他的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选择。你好 ，Aaron， 兰姐好，我的荣幸是感谢，真的是我的，我也很有感慨，这个时间过得的确是太快。对，上一次我在杨澜访谈录里跟你做专访是12年前，但是现在我已经你依然这么帅。现在我也是一个爸爸，也是一个丈夫。然后我发现最近你的这个头像改了哈，改成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先来跟大家说说原因吧。我觉得应该时代的有很不一样了嘛。大家如果你刚刚也说了，兰姐也说，12年前到现在，我觉得时代的进步有很多我们高速的一些文化，就是推广的东西，所有的一些，譬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桥梁都不一样了。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譬如说有一些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就专门对外的。就是一个网站嘛，就是能够可以去跟一些歌迷啊、影迷啊，或者是普罗大众的朋友啊，去关注我，想了解我多一点的朋友，然后他们就可以多一点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头像，之前刚好我觉得人也需要改变的。其实可能以前我很少就是要配合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从刚刚这个电影上面，我觉得也有一点改变，就是。譬如说《临时结案》那个电影，就是我要去做一个悍匪的角色，然后又大家觉得那个梅兰天那个龅牙好可爱，然后我就变成一个头像，然后去配合大家，然后去跟大家多一点，就是好像虽然我们多一点话题和多一点话题，对不对？多一点互动，所以这一次我要变成一头狗，所以要把这个头像又换回一只狗，就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一直就在关注，也关注大家，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是，表达出你对粉丝的这种期待是有回应的，你也很在乎他们的一种感受，是这样哈？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说咯。我觉得歌迷、影迷他们对你的影响当然是有，因为我的表演一定要歌迷在现场看我的表演，一定要经常去看我表演，也是观众。电影也是，对不对？我也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可以广泛的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去欣赏到我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是必须要的。最近的这一部电影来自汪星的你，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会很温馨的。你知道，大家这些年生活也并不容易，所以需要一点温馨的治愈系的这样的电影。说说你最初怎么会选择它？因为我感觉应该还是一个。成本比较小的一部电影，对吧？那个时间我接触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一个所谓的基于性的，这个 topic， 这个话题上面，我反而就是以个人的去找角色的一个方法，我去寻找角色，或者是角色来找我，应该，如果反过来说，应该角色来找你，因为演员是被动的，我也不是一个编剧，我也不是一个导演，我也不是一个投资者，我只是一个。简简单单、踏踏实实的演员，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跟朋友跟访谈的时候，我都会说，演员一直如果处于一个演员的这个单纯的状态，你就是角色来敲你的门，而不是你去敲一个门。我不会去导演你找我拍电影，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可能我不会那么主动，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好自己的角色，相信会有人去欣赏你的一种上进心，或者是你的演技。这个角色什么吸引了你呢？2019年的时候，张家正老师，然后带着一个年轻的导演，他叫陆可，然后他讲了一些他的工作，他的念书，一些激励，然后给我认识那个人。然后那个一看他原来非常年轻到好像我也可以生他出来，
然后我觉得我不会因为他的年轻，我会觉得好啊，行不行？我不会这样子，反而我觉得你给我看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方向，你想做一些什么的作品，然后而且是张兆正老师来去介绍推荐给我们，推荐给我来去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一定觉得是有他的特质在里面的，不然他不会有一个张兆正那么有分量的人物，然后去介绍给我。那天呢就很特别的，因为一直以来，如果你跟一个电影导演接触，或者是你首先一定要看到他的剧本，然后再下一步就是跟那个导演碰面。对。但这次的是我从来没试过，就是一来就跟导演碰面，然后他们不止给我一个剧本，他就给我看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来自汪星的你的作品，初步的作品。他是把一个说这 storyboard， 一个 storyboard， 他把这个 storyboard 变成用人手画的一个草图，动画图，用画好了，然后用镜头一个镜头的分镜都已经画出来了，然后找一个临时的配音演员，把里面的对白也配上，然后加上一些基本的音乐，简单的音乐，要很简单，是非常简单，但是了解到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段落，我要演那个张世旺的角色，是从人变成一条狗，然后看完之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你是觉得年轻人这么用功的做准备，你感动了？对他的准备，然后他对那个剧情里面那个故事里面的分布，他的起承转合，然后他传达的讯息，然后我觉得讲一个温情的故事，讲一个亲情的故事，讲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挂念、牵挂，对这种爱，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为人父亲了，所以这个感受也会突然而来。而且19年你有了第2个女儿，对不对？我就在想，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处于一个父爱爆棚的状态啊？对，是不是？的确是，就是会对这种题材特别有感觉吗？特别会触动到，突然会让我会，因为一来我没有拍过这样类似的一个角色，当然你说爸爸的角色，可能在很久以前父子那个时候，但是我演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对。但这是一个不一样，是一个非常负责任、非常负责任的爸爸，但是他没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里面就好像有一些东西，好像我没遇过。虽然我现在那个时间是一个爸爸，但是我相对来说，我陪伴那个小孩，陪伴他们他们虽然很小，但是那种跟电影里面的那个情节上面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他想要做不了，所以我觉得别人说，但是他也要呈现出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没有真的所说又有一个际遇的一种没有，完全没有，然后我就看完这个片子，我觉得很温暖，很好笑，但是又很感动，所以我觉得。所以你花了多长时间给他一个回复啊？马上。真的现场吗？好，我们继续走下去。OK。好，我们马上弄合约。我觉得帮那个年轻人，我没有什么条件，我不需要什么条件。我觉得电影圈有一点特别好，一个是当然是有代际的那种大家相互的提携了，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唯才华是论嘛，对吧？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才华，大家拿出来看，然后就不会太多论资排辈这些东西了。可能我在这20年里面，我拍打从父子之后，我得到一些荣誉，然后给大家认定我是一个演员，愿意拿金马奖。荣誉太多了。那个荣誉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支持我一直走演员一条路，的一个目标，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牌，告诉我，对你一直走下去吧。